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出现了记性变差、反应变慢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大脑开始衰老了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养大脑。下面教大家2个动作。动作1：伸出双手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依次相对应的进行敲打，这样敲打2到3分钟。动作2也是双手的动作，伸出双手，然后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依次敲打该手的大拇指，也是做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手上呢有很多神经连接大脑，这样锻炼双手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增加大脑功能。每天坚持练，能让大脑越来越灵活，帮助提升记忆力。想要大脑健康，平时除了多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还可以常吃补脑的食物，比如核桃、黑芝麻、桂圆等，都有非常强的健脑补脑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延缓大脑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患有糖尿病，最担心的就应该是它的并发症，所以一旦血糖升高，要好好控制血糖。在我们身边就有食物胰岛素，大家可以换着吃。1. 银耳。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有助血糖稳定，预防并发症。2. 石斛。石斛是常见的中药材，具有很多的功效。石斛能够刺激胰岛素的活性，经常用来泡水喝，也能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。3. 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能帮助很好的控制血糖，所以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温馨提示：食物只能够帮助辅助降糖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这样才能让血糖回归正常。100岁是很多人都追求的，那么对于男人来说，容易长寿的人会有哪些特征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睡眠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下降，这时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。但如果你睡眠还非常好的话，这样有利于身体自我修复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血管通畅。俗话说，人与血管同寿。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心脑血管问题困扰，对寿命有很大的影响。但如果你血液不粘稠，血管通畅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可能容易长寿。那想要血管好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苦荞茶，就有通血管的作用。第3个，保持好心情。很多男性到了中年后容易发脾气，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很容易出现失眠、精神差的情况，而且生气还会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学会释放压力，这样对长寿才有帮助。当前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肺部好不好，其实肺不好会有一些信号，比如经常的胸痛、频繁咳嗽或者呼吸困难。除了上面这些，下面教大家通过憋气来测试你的肺好不好。那肺部健康的人那么肺活量也会很大。大家可以先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住。若你能够憋住超过50秒的话，说明你的肺活量很大，肺部也算比较健康。但如果你连30秒都很难达到的话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可能不太健康了。那建议大家可以到医院的检查一下，如果肺部没有问题是最好的，但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大家需要及时的调理，这样才能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哦。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少聚集，勤洗手，出门戴口罩，注意消毒，在家要多开窗通风。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外部防护是很重要的，比如戴口罩、勤洗手、经常消毒等。那除了这些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是重中之重哦。大家可以多补充3类营养。第一个多补充蛋白质。想要提高免疫力，多补充蛋白质是很重要的。蛋白质可以帮助机体组织修复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比如鸡蛋、鱼类、牛奶等都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。第二个，多补充维生素 A。那生活中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这个蛋类奶类等，这类食物能提高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，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病毒入侵哦。第3个多补充铁元素。那我们吃的动物肝脏、木耳等都含有丰富的铁，
经常的吃这类食物能增强吞噬细胞和白细胞的生理功能，对提高免疫力也是有帮助的。新冠病毒的突然到来，让我们出门都不得不戴上口罩。但是现在呢，口罩很短缺，我们又买不到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自己家的口罩还能够反复的使用吗？正常情况下呀，口罩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只是出门买个菜，口罩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5次。那下面呢，再教大家2个消毒的方法。第一个，紫外线消毒。紫外线消毒对口罩的损害是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建议大家进行紫外线消毒是最好的。第二个，高温消毒。那经研究，新冠病毒在温度达到56度时是可以被杀死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选择用烘箱，温度56度以上，坚持30分钟，给口罩进行消毒。那上面的这2个方法希望呢可以帮助到你。现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。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出门买菜。那么有的人就会担心买回来的菜和肉上面会不会沾染病毒呢？其实呢，并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呢，可能性很小，因为冠状病毒在空气中存活的时间是非常短的。但是呢，出于安全起见，大家要注意2点。第一是买回来的蔬菜和肉要彻底的清洗干净，而且在烹调的时候需要把食物煮熟煮透了，这样呢就可以杀死蔬菜中的细菌和病毒了。第二呢是出门买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口罩，还有避免与人接触，尽快的买完菜回家，回到家之后要及时的洗手，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大大的降低感染冠状病毒的几率哦。所以大家只要做的正确，那么就无需太过担心。大家疫情期间尽量不要出门，但是复控在即，出门买菜这都避免不了。这时身上3个地方最容易隐藏病毒，大家记得回家一定要及时消毒。第一个地方，穿的外套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会在空气的气溶胶中存活，所以我们的外套很容易沾上病毒。那么回到家之后，大家呢就要及时的给外套消毒。第二个地方，鞋子。我们的鞋子也是很危险的，如果感染者吐痰不小心被你踩到，那么鞋子就可能会沾上病毒，所以鞋子消毒也是很有必要的。那回到家最好把鞋子拖在门口，不要放到屋子里。第3个地方，双手。我们双手接触的事物比较多，所以双手是最容易沾上病毒的。那么大家外出回到家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洗手消毒，不要用手揉眼睛、摸脸、抠鼻子，要不然很容易感染上病毒哦。所以希望大家平时呢还是要做好预防工作，勤洗手、多消毒，每天开窗通风，出门戴口罩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好自身的安全。我是木子。现在因为新型肺炎的缘故，全国的人民呢都被要求尽量的不要出门。那整天呢憋在家里没事儿，有的人就开始睡觉。睡的是昏天暗地、黑白颠倒。其实这样时间长了，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坏处哦。那第一个会增加心脏压力。在疫情期间，有很多朋友出现晚上不睡、白天睡觉的情况。那这样不规律的作息会给心脏带来伤害，尤其是中老年人要多多注意。那第二个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。如果你在床上躺的时间过长，或者睡觉的时间太长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身体更加的疲劳了，而且还容易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。第3个会引起肥胖。如果你每天都是吃完了睡，睡完了吃，那么势必会让体内堆积大量的脂肪，从而引起肥胖，对身体健康不利哦。所以大家在家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作息，每天睡觉时间在6到8个小时就行了，最好能够做到早睡早起，这样身体也会感谢你哦。通过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，让我们意识到肺的健康。那么疫情期间在家没事儿，大家可以常做2个动作，有助调养肺部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2条手臂向前伸直，然后逐渐的举过头顶，同时深吸一口气，然后2个手臂再合并在一起，身体往前倾，这时呼气，反复的做这个动作2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提高肺功能，对缓解肩膀酸痛也有帮助。
动作2，将双手弯曲握成拳，然后用手腕的力量有节奏的敲打胸部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行。这样敲打胸部也能够改善肺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肺作用。这2个动作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大家没事儿就可以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在家没事儿喝点蜂蜜柠檬水，也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效果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木子留言。拜拜。